云朵悔不当初。刀郎终于回应，与云朵关系真相大白，现实版农夫与蛇的故事。有人说岁月唯一不可摧残的就是才华，这句话就有点扯了。岁月摧残那些浅薄的才华来，简直是摧枯拉朽的，江郎才尽的人比比皆是。当然，也有少数拥有真才华的人经得起摧残，越摧残越有才华。刀郎如是，刀郎是现象级的人物，凭借罗莎海市、花妖、颠倒歌等一骑绝尘，扫横乐坛。刀郎10年磨一剑，在艺术修养、文化底蕴创作出了不可复制的经典歌曲，深受广大网友的青睐和喜爱，也让刀郎再次封神。刀郎近期的演唱会人声鼎沸，场场爆棚，出现了史诗级的现象。刀郎对外的身份只有一个，歌手，不拍影视剧，不参加综艺，不接代言，妥妥的内娱清流。虽出道20年，但真正活跃在大众视野里的时间很少，这种隐匿于闹市的侠客属实珍贵。他不是传说，而是传奇，音乐锋芒不减当年，更是创新超越和生命的升华。刀郎因和徒弟云朵谢某芳的传闻沸沸扬扬，甚至上了热搜，让善良的人们不得不重温农夫与蛇的故事。在一个寒冷的冬天，农夫在路边发现了一条冻僵了的蛇，他很可怜蛇，就把它放在怀里。当他身上的热气温暖了蛇后，蛇露出了残忍的本性，给了农夫致命的伤害，咬了农夫一口。刀郎像不像农夫呢？云朵像不像毒蛇呢？众所周知，在刀郎收云朵为徒弟的时候，刀郎堪称是音乐大家，而云朵仅仅是一个涉世未深的给饭店打工的农村小姑娘。就在这种条件下，刀郎及其家人将云朵带到远在新疆的家中，与自己的女儿同吃同住，教云朵唱歌。用云朵自己的话说，就是把自己当作是女儿一般。那么后来呢？为了爱是你我，5首刀郎作词作曲的歌曲，云朵状告刀郎索要版权，而且是勾结曾经排挤打压刀郎的幼鸟马丽团伙。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，多么似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啊！而这仅仅是云朵恩将仇报伤害师傅的小事。14年前，刀郎面对幼鸟马林们的打压，而暂时退出歌坛。云朵伺机离开了恩师刀郎，加入幼鸟马丽同属经纪公司。其实这些不重要，人各有志。让人齿冷的是，明明是刀郎写出来的歌，虽然是为云朵量身打造的，但是版权属于刀郎。这10年来，云朵从来没有提过恩师一句，吃着人家的红利，蹭着刀郎徒弟的名头，唱着刀郎写的歌，然后因为是原唱，居然把刀郎告了5次，要抢师傅创作的歌，这还算个人吗？云朵还有一件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大事，那就是新东方红的演唱。曾几何时，有些仇视新中国毛主席的敌对势力，肆意篡改歌颂毛主席的经典歌曲《东方红》，妄图歪曲淡化中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，而云朵恰恰充当了歪曲东方红的罪恶马前卒。歪曲东方红的行为是对热爱毛主席的中国人民的挑衅。在中国这片土地上，想以新东方红代替东方红的罪人们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云朵唱的所谓的新东方红，只是第一句蜻蜓点火开天辟地大救星，旋即改革开放冰雪融，实际上就是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冰天雪地，人民生活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之中。难道说在人民翻身解放、当家作主、没有剥削、没有压迫的新中国，人民是生活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之中吗？这不仅是明目张胆的否定新中国前30年吗？既然是人民的大救星，怎么又成了冰天雪地？岂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这就是在潜移默化、赤裸裸的贬低那个红红火火、激情澎湃、热血沸腾的年代，人民能够接受吗？在歌曲中试图改变历史评价，贬低伟人，或者将其与某个时代主题不相称的结合，往往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感。如果东方红都可能翻唱，那么还有什么红歌不能篡改的呢？东方红这首歌曲寄托着几代人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，寄托着几代人对毛主席的无限情怀，寄托着几代人对人民领袖的无尽缅怀。这种真情不需要刻意的教育，不需要刻意的书写，一切自然而然，一切水到渠成，一切情不自禁，是自觉的、自然的、不自禁的。为了红，为了流量，去改掉东方红，大
大言不惭地出个新东方红，这是下三滥歌手有资格去新的吗？这是对亿万人民情感的亵渎，是对领袖的不敬，对亿万人民的不尊。东方红已经成为毛主席的专属颂歌，大家一听到东方红，马上就会想起毛主席，一听到有人唱起东方红，就知道这是在怀念毛主席。人民对伟人的热爱深入骨髓，刻在心里，印在灵魂，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客观事实。任何篡改、模仿、碰瓷都是徒劳无功的，最终只能适而其反。云朵忘恩负义，向权贵屈膝，对资本抛媚眼；刀郎则是一股清流，是人民的艺术家。仅此，善良的中国人民要重温农夫与蛇的故事，要防止形形色色伪装成冻僵的毒蛇伤害自己，更为警惕毒蛇们对灵魂的戕害，对历史的篡改。白眼狼啊，忘记托举自己10年的师恩，自立门户的时候，怎么不把云朵这个名字也还给老师刀郎呢？近期退隐歌坛多年的刀郎重新回到舞台，在内娱掀起了一阵血雨腥风。而退隐多年，怎么刀郎还是这么火的话题不断冲刷着人们的视野，毕竟谁也没想到他的演唱会竟然一票难求。更难以理解那些苦等多年的粉丝在演唱会现场吼的声嘶力竭，于是那些年与刀郎有过瓜葛的人都被营销号揪出来反复鞭尸，其中最出乎意料的就是刀郎亲徒弟云朵的名字。刀郎演唱会，云朵未现身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，云朵背叛师门的舆论也是愈演愈烈。终于，善良的刀郎还是率先做出了回应，网友看到后不仅赞叹此地无银300两，一纸说明窥真相，未曾开言先转定，用一首歌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3大巨头集体整破防的，估计就刀郎有这个实力了。众所周知，每个圈子都有自己专属的鄙视链条，有人自以为高高在上，所以毫不顾忌的抱团排挤别人，最后却没想到人家轻轻一反击，他们就一败涂地。非专业音乐学院出身的刀郎，凭借自己对新疆民乐的一腔热爱，将通俗音乐逐渐带上了华语乐坛。但上个世纪90年代还没有出现这种旋律、歌词浅显通俗的歌曲，所以当时他的歌并不受到主流音乐人的推崇，甚至在他们看来，刀郎的歌压根算不上音乐。可谁也没想到，所有专业人士都不屑一顾的通俗音乐，却成了大众耳中最真实的存在。2002年，刀郎的大漠情歌、丝路乐魂等多个专辑在唱片公司的包装下陆续上市，一夜之间火爆全国。在其他歌手卑躬屈膝的找渠道想销售专辑的时候，刀郎可是被经销商追着屁股后面要求他赶快出专辑。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热度，刀郎一时间有些适应不来，但好在他是凭借作品说话的。2004年他个人首张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上线之后，直接突破了当年内地华语乐坛的最高销售量，以270万正版销售量傲视群雄。刀郎的歌彻底火了，一首又一首朗朗上口的通俗乐曲与听众产生了共鸣，他本人也受到了业内的肯定。当年环球音乐就和他签订了合约，但树大招风，人火招黑，歌和人一样朴素的刀郎，在拿到金唱片奖通俗类专辑奖之后，就因为音乐专业性遭到了很多业内专业人士的抵制。都曾当过音乐导师的那英、汪峰、杨坤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存在。网友在扒出他们早些年针对刀郎的视频后，不禁调侃道，怪不得他们仨人能参加同一档节目呢，果然是一样的人。2010年首轮评选10大影响力歌手的时候，那英以及在场的音乐人就刀郎该不该入选进行了多次讨论。会上那英稳坐主位，义正言辞地表示，虽然我们的唱片专辑都卖不过刀郎，但刀郎就是不能入选。他给出的理由也显得有些荒唐，他不具备审美观点。那英对刀郎音乐不太认同的情况也因此被大众知晓，以至于后来还传出了那英说刀郎的歌都是农民才会唱的传闻。不过那英这张嘴的确是跟淬了毒一样，否则他的老师也不会用长了好嗓子配这个狗脑子来评价他。因为当年那英对刀郎的评价，这2年两家的粉丝一直是水火不容，而瞧不起刀郎音乐的人还有不少。唱着摇滚的汪峰说刀郎的音乐是流行歌曲的悲哀，杨坤更是自作聪明的认为刀郎上台演出不舒服，说他更适合幕后。反正
刀郎的存在似乎让很多专业的音乐人格外不舒服，对他作品的评价也是那种歌词媚俗、旋律流俗这种不好的词，可就算他们再怎么点评，也抵挡不住大众对刀郎的热爱，要不然以他这种半退隐的创作状态，估计很多粉丝都提桶跑路了。可事实却证明，好的音乐就是会得到观众的喜欢。刀郎也的确是回归就巅峰的存在，3小时直播，超5200万人观看，演唱会一票难求，果然这才是王者回归。2024年8月15日，刀郎宣布回归，这是自去年罗莎海市大爆之后，他首次公开亮相全网。虽然是回归，但刀郎付出的首个操作就是给歌迷们放福利。8月30日他举行的刀郎之交线上演唱会，全程历经3个小时，演唱全新单曲《虞美人故乡》和他自己多首代表作。最关键的是，这次线上演唱会是免费的，只要点击进去就能观看。虽然线上演唱会开通了打赏功能，但最高金额设置的仅为10元而已，且所有收入都用于公益事业。其实从刀郎的发展就能看出，他并非是一个功利心很强的人。相较于内娱现在争镜头、抢曝光率的明星而言，他简直可以用佛系来形容。当年2002年的第一场雪火遍全国大街小巷的时候，刀郎并没有选择过度曝光，反而潜心创作，不到半年时间就为谭咏麟创作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《披着羊皮的狼》。2004年年底，他更是再接再厉，出了自己的第2张个人专辑《喀什噶尔胡杨》，销量直接翻倍高达520万张。可就在大众以为他会顺势而为，抓住流量继续创作的时候，刀郎却选择退回新疆的一个小镇上寻找音乐。而云朵也是在此时被秦望东推荐给了刀郎。比他大了16岁的刀郎在接受他的拜师之后，几乎可以说将云朵看成自己的亲妹妹。刀郎夫妇2人经常会带着他一起去搜集新疆民间音乐，并对其进行创作。刀郎对云朵也是真的大方，2006年自创歌曲《爱是你我》，给了他公开演唱的版权。后续刀郎3专辑也主动让他参与其中，就连自己10年环球巡演的演唱会也邀请了他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将当嘉宾。云朵可以说是被刀郎托举着在乐坛成长的，好在云朵自己也争气，他们这对师徒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，似乎有刀郎在的地方，一定会有云朵的帮唱。刀郎这次回归的演唱会自然也是如此。起初歌迷看着直播间中身穿朴素黑色短袖的中年男人，不禁感叹时光的流逝，但很快观众就发现了他演唱会上的异样。当年在刀郎口中时刻出现的徒弟云朵却不见踪迹，直至线上演唱会结束，他也没有出现，甚至在评论区也没见他的身影。当时很多不清楚状况的粉丝以为云朵是有事走不开，所以才没能出现。可一直到刀郎几场线下演唱会都举办结束，他也没有出现，甚至刀郎身边变成了徐子瑶这个新人。很多人这才反应过来，这师徒2人是闹掰了吗？以至于网上还传出了云朵背叛刀郎，转投其他阵营的消息。看着舆论愈演愈烈，不愿过多暴露在人前的刀郎用一纸声明彻底划清了他与云朵的关系。云朵连小沈阳的演唱会都去了，怎么自己师傅的却装似看不见呢？这些年刀郎虽然隐退，但云朵还是活跃在大众的视线中，社交平台的粉丝更是突破1000万。按理说刀郎这次回归，身为爱徒他怎么也得帮师傅官宣一下，可他迟迟不见任何动静。网友发现不对劲之后也不断进行揣测，饱受争议的云朵只好在10月13日在社交平台上对老师的演唱会写下了一篇真情实感的作文，就连最后也是以我最尊敬的老师结尾。可网友看到也并没有选择要放过他，毕竟这马后炮点的也太晚了。后来还是刀郎的一纸声明才止住了流言蜚语。原来刀郎所在的公司与云朵的合同早在2014年就在双方协商结束后解约了，云朵也早就不是公司的艺人，只不过还拥有某些热门代表作的演唱权而已。而且从情况说明上看，爱是你我、我的楼兰、云朵、西海情歌这几首歌在今年年底就到期了。网友看到后这才稍微有了一点理解，毕竟已经不是一个公司的艺人了。但对于云朵的做法，大家依旧觉得他没有什么人情味。他当年可是靠着刀郎才火起来的，而且即便他解约了这几首歌，刀郎
还是给了他10年的演唱权。如今刀郎回归，就算是念着曾经的师徒情，他也应该再早些为刀郎宣传一下，总不至于被网友骂了之后才做出行动。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呢？